月明かりゆらり愛が降る君に時計がなく遠のくあの時また響き君に再び会われぬよ恋ながる花は輝く。大家好，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终极幻影猫来和我们讨论威尔，请大家热烈欢迎他。因为威尔要解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影片会分成上下部。今天的影片介绍的有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机制和招式。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月光量表。和威尔战斗时，系统会启动专用资源月光量表。每位玩家都有自己的月光量表，是分开补充和使用的。当玩家进入新阶段，月光量表都会归零。简单说，月光量表在每阶段有不同效果，玩家在受到某些攻击会暂停补充，甚至倒扣。第一阶段机制。地图分成2个房间，蓝色和紫色。玩家需要透过月光技能切换房间，对威尔的本体和分身造成伤害。第一阶段的威尔有3条血量，并且血量会在 67%、34% 和1%处缩写，需要透过威尔的考验注视之眼来解锁。第一阶段的月光技能是空间移动，把使用者带到另一个房间，并且短时间内呈现无敌状态。第一阶段招式：蜘蛛脚劈砍。地图上方会发射攻击，击中玩家会造成固定 HP 伤害。这招式能躲开，尽量闪。暗的执行者，地图的4个角会发射紫蓝色的导弹，自动追踪玩家，靠近后会引爆，造成固定 HP 伤害。虽然这招式不太好躲避，但还好伤害并不大。注视之瞳，威尔会召唤2个眼睛形的物体，往5个方向发射2次子弹，造成固定 HP 伤害，并减少月光能量。会造成月光能量减少的招式尽量闪。近距离攻击和远距离攻击，威尔会在他的前方削减攻击，造成 HP 比例伤害。玩家只要站在威尔后方就可以躲避。击退跟长短距攻击一样，但玩家也会被击退，且附加5秒混乱。因为会受到混乱效果，所以强烈建议玩家站在威尔后方躲避这招式。混乱之眼，威尔会把玩家强制带到另一个房间或地方。这招式无解。玩家只能自行判断什么时候该回去或不回去。漩涡之眼，威尔会召唤眼睛是龙卷风，持续前进至从地图消失。威尔施招前会有推眼镜的小动作，玩家只要站在威尔后方就能躲避这招式。虽然不建议，但玩家也可以透过月光技能转换房间躲避这招式。瞬间移动，威尔会消失又重现。这招式无解，玩家也没办法攻击威尔。空间崩坏，从14分钟开始。每隔2分钟会在其中一个房间发动全画面攻击，造成100%伤害。如果玩家的房间出现眼睛图形，那么那个房间是安全的，其他队员应该尽快使用月光技能移动到安全的房间。另外，系统也会比对本体和分身的血量，如果其中一个没达到所写线，威尔将恢复血量至比较高的本体或分身。如果本体和分身都到达所写线，那么恭喜你，威尔将召唤注视之眼。攻击注视之眼会让紫金球体从天花板掉落，玩家需躲避紫色球体，而接到金色球体形成防护罩，等待注视之眼机制时间过就成功。玩家需注意，这阶段开始后，全队不能有任何死亡，不然就会失败。成功解锁后，威尔会在10秒内无法动弹。玩家最好在这时候出招。第2阶段机制。第2阶段的威尔有限制所有药水、制约能力，所以玩家需要透过月光技能回复 HP。按下月光技能后，玩家可以在短时间内使用药水。第2阶段的威尔在 51% 和1%处缩写，需要透过威尔的考验虚假之境来解锁。第2阶段招式。第2阶段的威尔招式其实跟第1阶段的很相似，所以我们只会介绍不同处。深渊的屏障，地图的2端出现蜘蛛网状的召唤物，玩家如果在正上方就会受到100%伤害。因此，建议玩家把威尔引诱到地图中央。召唤蜘蛛跟漩涡之眼一样，但这招式是显现在镜面，造成固定 HP 伤害。玩家只要站在威尔后方就能躲避这招式。近距离攻击、远距离攻击、击退、镜面攻击和假性攻击，这些都会造成 HP 比例的伤害。玩家需要观察威尔施招前会有的小动作，来决定应该站在威尔的前方或后方。
远距离攻击击退失招前，镜中的威尔会把脚抬起，而两种假性攻击失招前，通常威尔本体会突然转身背对玩家。最难推测的是近距离攻击，这招没有明显的小动作。途径跟瞬间移动的动画一样，威尔会消失，镜子中的威尔会往前攻击，造成 HP 比例的伤害。和第一阶段不同处为，玩家可以继续攻击威尔。虚假之境，只要到达所写处，威尔就会开始他的考验。玩家只要观察地面上的裂痕，如果地面没裂痕，就闪蜘蛛脚；地面有裂痕，就站蜘蛛脚上。基本上有3种顺序。我们把地图分成 A、B、C、D、E， 每次考验开始都站在地图中央 C 的位置，地面没裂痕，蜘蛛脚整整齐齐 C、B、C， 地面没裂痕，蜘蛛脚交叉 C、D、E、C， 地面有裂痕 C、A、C。成功解锁后，威尔会在10秒内无法动弹。玩家最好在这时候出招。以上便是第1和第2阶段的威尔。如果觉得这影片有帮助你了解威尔，请帮我按赞分享。我们下部影片见。